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，今天分享一款板栗味的中式糕点。最近板栗都成熟了，满大街都是卖糖炒栗子的，平时我特别的爱吃。但是在家里我们没有那种大铁锅，自己煮的板栗总感觉不如外面买来的好吃。那在家里我们可以换一种吃法，用板栗做一款特别好吃的中式糕点。接下来话不多说，就把这款糕点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购买一些新鲜的板栗，碗中的板栗大概有600克，这个板栗是生的，我们要把它处理一下，然后煮熟。购买来的新板栗需要洗干净再处理。为了好煮熟和好扒皮，取来一把快一点的小刀，在板栗的侧面划上一个十字，不需要把口划得特别深，把皮划开就可以。把处理好的板栗倒在锅中，锅中加水，水没过板栗，然后煮熟。大概是煮25分钟左右，板栗就熟了，然后把板栗捞出放凉。板栗放凉之后就把皮去掉，前面处理好了板栗，这一步就特别好包。板栗去皮以后也随手称了一下，一共是410克。接着取来研磨机或者是粉碎机，把板栗打成板栗蓉。板栗打的粗细跟个人的口味来就好，有的朋友喜欢吃粗一点的，有的朋友喜欢吃细一点的。视频中打的就折中了一下，比较松散。接下来还需要把板栗蓉炒一下，起锅，锅中加入少许的油，大概50克，油可以选择味道比较小一点的油。紧接着加入60克的白砂糖，糖的分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节，个人感觉60克的糖量刚刚好。最后把板栗蓉倒进去，不断的翻炒。这一步的目的一个是用油代替板栗里面水的位置，炒出来的板栗口味更加的好，更加的香。其次就是增加一点甜味儿。这一步不需要炒太长的时间，我们只需要炒到白砂糖融化，馅料里面没有白砂糖的颗粒感即可。接着就可以把板栗蓉盛出放凉备用。为了进一步增加板栗酥的口感，这一步准备少许的糯米粉，在200克的糯米粉中加入30克的白砂糖，然后再加入220克的纯牛奶，把这份材料搅拌成糊状。切一个特写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搅拌成这种特别粘稠均匀的糊状，就放在蒸锅里蒸熟。锅中的水开之后开始计时，大概蒸20分钟左右就蒸熟了。蒸熟之后再加入30克的黄油，然后混合均匀。现在这个糯米是有温度的，一会儿黄油就融化了。黄油全部融化之后，戴上一副一次性的手套，简单的把糯米团再揉一下。这份材料准备好以后，可以包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。接下来就准备做糕点用的水油皮和油酥。接下来准备水油皮，300克的中筋面粉，也是家里最常用的面粉，加入60克的猪油，水的分量是150克左右，然后把材料和成一个柔软的面团。猪油可以替换成黄油，也可以替换成食用油，如果用液态的食用油，就适量的减少一点分量。材料成团以后取出来，在案板上不断的揉搓。
把面团揉得更光滑之后，放回到和面盆中，封上保鲜膜，松弛半个小时。接着准备油酥，300克的中筋面粉加入150克的猪油，同样可以用黄油或者是食用油代替，分量适量的加减，材料成团即可。前段时间中秋节的时候分享了一款酥皮的月饼，那个视频做水油皮做的特别的精致，不明白的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。油酥和好之后也放在一旁，趁着面团松弛的时间取过来刚才准备好的糯米团，然后把糯米团再加工一下。材料比较粘手，戴上一副一次性的手套，这样不断的拉扯2分钟左右，让糯米团的口感变得更好。拉扯完之后，把馅料先准备好，取过来刚才的板栗蓉。板栗就分成35克一个，然后包入适量的糯米，分量就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决定吧，想吃更糯一点的就多包入一点。馅料准备好以后，面团也松弛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准备面皮。首先把水油皮分成小剂子，大概50克一个。取一个小剂子，用手捏一捏，捏扁之后大概包入40克的油酥。把包孔冲上，用手轻轻一按，擀成牛舌状。接着卷起来，再重复一遍，擀的时候配合少许的干面粉，防止擀破皮。然后再重复一遍，开酥就完成了。开好酥的这个小剂子，我们一分为二，可以制作2张面皮。接着就把小剂子擀成中间厚、两边薄，正好能包入一个馅料。这样包入一个馅料，锁口一个就做好了。如果自己做的慢，就2个2个的开酥。酥皮做好之后不用，过一会儿就变得特别硬。全部做好之后，就在表面刷上一层蛋黄液。刷好之后，撒上少许的黑芝麻进行装饰，就可以立马送入到烤箱了。烤箱需要提前预热，烤箱的烘烤温度是以上火180度，下火180度，预热10分钟，然后放入烤箱的中层烤22分钟左右。烤好之后放凉，一款特别好吃的板栗酥就做好了。掰开一个看一下，光看样子就已经流口水了，真的特别的好吃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准备好的糯米团用不了怎么办？可以做一些糍粑或者是驴打滚。下期视频交给大家来做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